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你到底要什么？去年我在当地大学校园里偶遇一位年轻的姊妹，她虽然信了主，但是很久没有聚会了。当时她刚从护校毕业，正在预备她的护士执照考试。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希望接着保持联络，能将她再带到教会生活中，享受神家中的丰富。最近她终于通过了护士的资格考试，取得了执照，也如愿在当地一家医院工作。原本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今天却接到一通她向我诉苦的电话。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说，培训她的护士太刻薄了，一点也不理解她的感受，完全不考虑她是一个新手，给她安排的工作超过了她的能力范围。结果给她换来的那个新的培训护士比先前的更糟糕，待她更加的严厉。听了她的这番话，我灵里沉重，我为她无知幼嫩不成熟的生命感到焦急，也为她里面没有主那个得胜的生命来面对和处理她人生的挑战而担忧。我问她，你要什么？她坚定地回答说，我要做一个非常专业的护士。我又问，你是否愿意通过培训成为一个好护士，有能力来处理、应对、照顾好你的病人呢？她的回答仍然非常肯定。我说，既然是这样，那接受培训的过程不正是你所需要的吗？压力挑战不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吗？你为什么会消极、沮丧、抱怨和不服呢？为什么不换个角度，从自己里面做调整，而不是看他人的不是呢？这些话还在盘旋之际，主把我带回我最近的一段经历。其实若不是主的怜悯，我的光景与这位年幼的姊妹并没有区别，是极其可怜的。在教会生活中10几年了，我也一直想成为一个有用的属灵的姊妹，渴慕真实的服侍主。几个月前，我参与了教会文字的服侍，想借着实际的亲手做工，学习与圣徒配搭，得着成全。刚接受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信心满满地跟主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的旨意，求你破碎我，求你制作我，让我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原以为有了这样的祷告，一切都将顺心如意。刚开始我表现得很顺服，十分乐意学习，接受弟兄姊妹们的帮助。然而没有多久，我真实的本相就被暴露无遗。在工作中，不论多么小心，似乎永远学不会，还是一直犯同样的错误。渐渐的，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表面上我谦卑受教，其实心里不服，常觉得委屈，把自己在主里的年日当成属灵的资历，抱怨他们不理解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嘀咕，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还要我怎么样呢？然而越是这样，工作中问题越多，出错也越多。这些事本该是得着主与弟兄姊妹在生命上一同成长建造的机会，我却为了维护自己而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恩典。到后来，我都不敢相信我会犯那么多愚蠢的错误。终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无用，根本不能服侍主的人。多年的教会生活，我都是在虚伪中度过的。表面上说着求主来破碎、来制作的话，其实我最爱的是我自己，我最注意的是自己的感觉，在乎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根本不认识神和他的旨意。主啊，感谢你那不放我的爱和你信实制作的手，不断地提醒我，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想服侍你，你就信实地制作我。我手触碰的服侍是你爱的涌流。我宝贝你的光照，对付、训练和制作，使我真实的有用，这也是你想要的。想到这里，我想要竭力将电话的另一端那个闷闷不乐的姊妹带进我的经历里，带到我爱的主面前。祷告完后，我灵里沉重的感觉卸了下来。我没有把握它是否真实地碰着了主，但我知道此刻的我再次摸着了我所爱的主。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信实的，是丰富的。除了他，我还要什么呢？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